Inart Action 最近这个新品推出速度还是比较快啊，才刚刚分享完蹂躏者，就把黑暗骑士团的第4个角色端上来了啊！各位小情人大哥老铁们大家好，今天不多啰嗦啊，咱们继续去聊黑暗之夜的新品 Inart Action 出品的破晓鬼灯。实际上，之前在展会上就有看到他去把这个黑暗之夜的系列角色进行一个陈列和展览，其中印象最深刻，或者说我个人最期待、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蝙蝠侠与绿灯侠的一个组合。而且破晓鬼灯这个译名来讲，也是我觉得在这其中最出色的一个啊，还是和上一款我们聊那个蹂躏者相似的啊，他这次在包装上做了比较充分的一个设计啊，宇宙浓雾绿色触须一样的组合萦绕在四周啊，这个风格上我自己还是挺喜欢，还是啊具备一定那种情节和电影的感觉的。当然我们还是先看这个人物主体造型，高度的话和以往这个产品还是相似的啊，大概在18厘米左右。我说自己的一个感想啊，目前的设计或者说外观形象上是这个系列中我个人觉得最好看的，全线产品上来看也是属于说佼佼者。我觉得这个层次感把控的很不错啊，很有意思。本身造型的话还是用了这种魔改风格，更加复杂，比较强调那种科技感。绿色自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能看到它其实用了大概是3种绿组合在一起，底层铠甲上这种荧光绿偏金属的发色，表面管道这种实色一点的透明剑的这种通透的这种绿颜色，使得它比较有层次。上身的话，利用了这种6边形的造型，去呈现了一种类似于能量体的形式啊。大腿这里同样用了一个略带一点模糊感觉的效果。背部的设计同样复杂，上端的脊柱有比较大的球状结构啊，这个从观感上来讲是不输于正面的。外侧管道呢，这种软胶件呢，也是尽量强调那种透明感。本身呢具备弹性，比较自然的啊，这里我觉得还不错啊。当然，这些管道平时把玩的时候还是不要拉扯到哦，以免说扯断扯掉的话不太好修复。这些萦绕于周身的绿色呢，也做出了荧光反应啊。拿这个 UV 灯去照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射的效果啊。管道的话会呈现一种类似于蓝色，身上这些实一点的绿色管道呢，会反射出荧光。但我这里这个手电很小啊，所以很难去让它呈现一个全身的效果。有条件玩家可以利用那个带有 UV 灯的展棍把它全身打亮，看一看这个具体效果如何。然后就是它底层的这个设计上啊，整体造型呢其实还是偏机械感一些，能够看到肌肉线条像是被包裹住的效果。这种设计夹杂在这个绿色的透明件下，它还是强调那种层次感。质感上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造型的。头部的话就尤其明显了啊，我蛮喜欢啊，就这种眼罩的感觉啊。嘴巴的话用了一个不对称的这种造型，左半边的脸是类似于腐烂啊，有点双面人那个效果啊。说实话，它裂开的这个牙齿呲出来，这部分精度我个人觉得也蛮好。两个耳朵尖尖没有用太软的材质啊，所以说日常摆放或者受到一定的挤压也不会有变形，这一点是不错的。然后是主体这个可动部分的表现啊，首先看头部啊，这里的设计和以往产品相似，分段的这个脖颈，这个可动幅度来讲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肩部的话，2个大一点的类似于肩胛，实际也是通过一个关节连在后背处给它掰开，内部的这些机械造型同样做了不错的刻画。同时呢，也能为你的这个手臂包括肩部的移动提供一个避让。手臂的平举、大臂平转，还有曲肘，
外侧这个臂甲可以转动，你在伸手的时候，毕竟这里有管道啊，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它扭到一个舒服的方向。腋下这个大臂内侧呢，实际也有一段关节，这里做的我觉得其实略保守一点啊，你可以给它做一个更大一点的这种外拉或者大一点的蝴蝶关节。腰部的话和之前产品相似啊，这部分的这个幅度都 OK。腿部要注意的是，你在侧摆的时候，这一部分这个透明件会有一个干涉，实际体验上你可以把它向外去拽一拽，侧踢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大的幅度。前踢幅度没问题的，屈膝也 OK。膝盖的话和以往设计相似，流畅度会更好一些。小腿以及脚踝的这个设计变化比较多。原本的话，像红死魔还有狂怒之符都是在小腿加了一段辅助调节的关节，这次的话是把平转的部分放在了上端，在靠近脚踝的位置，又加入了一段关节。脚踝本身呢可以上下左右的移动，但是受限于这个造型啊，它有一个形象是箍在这个脚脖子这里的，所以说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空间，你可以更多的去利用小腿这两段关节调整它的接地。这个设计需要去适应一下啊，但是我自己觉得蛮好的，因为之前的话它这段会更靠上，这次的话更大的幅度是接近于脚踝位置，所以说在站姿部分的表现会更好一些。配件上手型另附了4枚，首先精度上是值得肯定的啊，无论是绿色的涂装还是它一节一节这个效果呀，包括指甲精度，右侧的话也能看到戒指的一个刻画啊，但是这个手型给的略少一点。然后就是特效件方面啊，这个还是很丰富的，射线状的蝙蝠造型，就好像发射出来一个这个能量蝙蝠一样，做的还比较细啊。还有呢，大一点的啊，这个你搭配戒指也行，或者呢可以模仿从它胸口胸灯发射出来的啊，就像一个大的蝙蝠头。这两个特效件都挺生动的。最大的莫过于地台部分啊，要比之前的透明地台结合着特效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好很多。绿色能量体结合这种有点客味的触须结构，下端实际是有一个盖板啊，你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空腔。这我感觉可以自行加一个灯组啊，把整个这个特效件点亮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中心部分可以连接支架啊，将人物承托起来。触须本身这个承载力度也是 OK 的啊，所以你按照它的走向掰一个腾空的造型，也可以直接搭在上面。这两个小的也具备一个专属的支架，搭配腾空的时候进行展示。体验下来啊，我觉得这款产品，这个破晓鬼灯在 In-Art Action 全系列产品中，复杂程度是能排到前列的。分件很多，不同的材质进行组合搭配，真的很漂亮。外甲吧，可以说仿照那种能量体啊护盾的一个体现，做一个半腾空的展示，放在这个触须之间，会有一个更好的陈列感。如果你是有计划要去收集所有的黑暗骑士团的角色的话，破晓鬼灯从这个配色角度来说啊，应该是全员最亮眼的一个。这个绿颜色甚至要比那个红死魔大红色还要更突出一些。整体可动部分设计呢，优先还是要去保证它这个一体造型的完整性的，但是在这其中呢，又做出了一定量的优化。脚踝部分尤其明显一些啊，之前狂妖之符那个调整，我自己觉得还是略麻烦一点。这款的话不会那么复杂，体验上来讲，这个是要加分一些的。包括它手臂部分，采取了可以平转的这个护臂的结构，掰造型上其实还是会更简单一点。总而言之，个人体验下来，破晓鬼灯是 In-Art Action 更加成熟和完善的一款产品吧。当然，对于这种偏机械、偏魔改的一个风格，会与原型有一定的出入。这个要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了。最终的话，这款产品我觉得比较复杂啊，在大货的时候，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表现、好的体验。细节精度和这种材质的效果是最为重要的啊。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